那就相信事实吧。去看看黄百韬兵团的结局。没错，让黄百韬兵团等候44军的命令，不是梁统下的。但是，我有人可以证明，是梁统向顾祝同老总进的言。轻飘飘的、合情合理的2句话，让那么能打的黄百韬兵团全军覆没。黄百韬是员战将，不可多得呀。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现在该想想，共军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是不是12兵团？是不是18军？我们的战斗力岂是黄百韬能比啊？共军想吃掉我们，他也不怕崩掉他的牙。那要看12兵团、18军在谁的手里。这支部队由你指挥是虎狼，由黄维指挥那就是绵羊。这就是梁统让你离开的真正原因。没看到事实之前，我是不会相信的。你只有不相信任何人，才能看到事实。立正！第7兵团没了，杜聿明、动员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黄伯韬坚持了12天，可惜了。命令杜聿明停止攻击前进，放弃动员。乙醚的13兵团守备徐州，杜聿明率领邱清泉的第2兵团、孙元良的第16兵团南下攻击宿县，会合黄维的第12兵团、李延年的第6兵团、刘汝明的第8兵团，3路攻击宿县。是。第7兵团终于完蛋了。梁统现在在等待着另一个消息，等待着下一支部队陷入困境的消息。因为他深知解放军连续作战的作风和刘伯承、粟裕等将领的能力，他们是不会错失任何一个机会的。这下一支部队就是黄维、胡子奇的第12兵团。你们继续谈吧，我还有个会。接下来，我们12兵团该怎么行动啊？刚刚顾长官不都已经说过了？12兵团的18军，可是你我的老部队啊，也是陈长官的看家本钱。我知道，可是现在只能靠主力打通通道。仅仅耽搁了2天，黄伯韬就被围困了。杜长官想要打到宿县，所需要的时间远远不止2天。说是会攻宿县，可我们12兵团实际上是孤立的。也许这时候，围攻黄伯韬兵团的共军已经扑向12兵团。现在战局就是这样，我们只能相信12兵团的实力。那是一只老虎。可是我要不在的话，它就是个没牙的老虎。
你想要归队？是。这次来，我就想告诉你一句话：我在，18军就在。为了完成淮海战役的战略目标，解放军延缓了进攻的节奏，使得国民党军界重新燃起了解救黄维兵团的希望。梁同对党中央的决策由衷的钦佩。党国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该下决心了。非常时刻，必须用非常之法。据了解，东北野战军很可能提前入关。如果徐蚌会战再被这些共产党奸细破坏了，后果不堪设想。痔疮，立刻动手术割痔疮。失去了黄伯韬的第7兵团，黄维的第12兵团又被共军包围在了双堆集地区。我建议放弃徐州，退守淮河，确保南京的外围。在淮河地区，我们挫败共军主力，好为第2战线建设赢得时间。当初战律司提出这个方案，我同意，全面退守淮河，获取战略眼光。在无坚可守的中原地带，我们几十万大军紧紧龟缩在几个大据点内，主要铁路沿线2侧，而徐州至长江北岸有相当的距离。相对于长江以南面积广阔的我国民政府控制区来讲，决战淮河对我们是非常有利的。可惜啊，这个方案最终没能贯彻到底，搞个守江必守淮的主张，我心烦意乱，非常的恐慌。事到如今，再执行这个方案已经晚了。你杜将军的意思是，放弃徐州西撤，太让人泄气了，想的只是下策。现在还未到考虑这个方案的时候。那上策是什么？如果增加5个军到蚌埠，以延年兵团、黄维兵团和徐州部队南北夹击，打通津浦路，这才是上策。中则是坚持徐州，尚可钳制敌人南下。昨天顾祝同和梁同去武汉找您了，要调宋希濂的14兵团，你说我能给吗？黄维的12兵团已经被包了饺子，一群败家子儿。淮海地区两军已成绞杀状态，双方投入的兵力都已经接近了决战，而决战就意味着孤注一掷，最后一搏。华北的傅作义不肯出兵，华中呢，咱们不肯出兵，那么到时候徐蚌会战的结局就会很糟糕啊！不糟怎么样？打了胜仗，还不是老蒋的天下，老蒋的成功？北伐时，我打的胜仗还少吗？结果又怎么样？现在呀，也叫他们尝尝失败的滋味。不过，如果老蒋败了，这天下就不再姓蒋了。报告长官，车队人准备好了。飞云呐，咱们去会会司徒雷登。好。李宗仁副总统不好出面，所以特意让我回来
和大使先生会晤。白将军和李副总统，我看来都是民国的未来。好，请。和平就要9年。美国和苏联根据雅尔塔合约的宗旨，建议以长江为界，划江而治。苏联人对这个方案非常赞同，已经承诺跟中共沟通，将出面主导划江而治结果的达成。华盛顿总统为美国建立的民主制度，是我们中华民国学习的榜样。美国当然要支持李总统。东京审判已经到了最重要的关头，但是在中国的冈村宁次等战犯的引渡问题却迟迟没有得到解决。蒋介石总统称，冈村宁次和石正信得了重病，不能回到日本进行战争审判，但是他们最近却保外就医，而且成了蒋介石的军事顾问。新一届政府将全力推动引渡冈村宁次等战犯的工作。白老总就是不直接接电话，说来说去只同意调20军1个军，其他的军都不能调动。这不是公然抗命吗？白老总说了，合理的命令他执行，不合理的命令他不能接受。我们只能靠自己了。华北剿总傅作义总司令那里看能不能调一些部队过来。恐怕也不行。刚刚得到情报，东北野战军已经秘密的入关，华北剿总的局面会非常的困难。我们只能放弃徐州了，收缩到蚌埠，与共产党决战。是的。哦，胡子奇已经向总统申请回前线，总统命令胡子奇迅速归队，用小飞机送胡子奇飞双堆机前线。可把你给盼回来了。听说你回来呀，全军将士士气大振呐。我们虽然掉进了共军的口袋阵，但是固镇方向的共军相对薄弱。我建议立刻放弃攻击宿县的计划，向固镇突围，寻求同李延年、刘汝明兵团靠拢。只有这样，我们还有一线生机。问题是，3路攻击宿县，我们的前进方向是宿县。可是宿县我们已经过不去了。总统要是怪罪下来，这个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还是先向总统请示吧。离固镇也就80里，黄维的机械化兵团半天就可以赶到。可由于黄维迟迟不敢下决心，等到决定撤退的时候，中原野战军已经封住了通往固镇的通道。黄维的第12兵团失去了最后这一线生机。报告，黄维的第12兵团正在按预定计划向永城方向撤退。知道了。黄维的第12兵团已经危在旦夕，胡子奇此时出现在阵中，也应该没有了什么实质的作用。杜聿明各兵团按计划向永城方向撤退，如果让他们打通徐蚌通道，撤到了蚌埠和李延年的第6兵团、刘汝明的第8兵团会师，徐蚌会战的结局就很难预计了。按照杜聿明撤离的速度，
刚刚完成歼灭黄伯韬兵团的华东野战军距离太远，根本追不上杜聿明的3个兵团，只有想办法让杜聿明折回去救援黄卫兵团，将杜聿明重新放回到华东野战军的嘴里。按照中央的部署，绝对不能让杜聿明跑了。这时，梁统想到了一个人，给我接台湾的陈诚长官。是。报道，报告，台湾陈诚部长。陈部长，报告，国防部急电。念。命杜聿明副总司令率领孙元良的第16兵团、李弥的第13兵团、邱清泉的第2兵团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淼溪口攻击前进，协同蚌埠的北京的李延年第6兵团、刘汝明的第8兵团南北夹击，解黄维兵团之围。国防部瞎指挥，战略司难道是替共产党在指挥吗？回电国防部，同时直接转发给总统，要撤就不打，要打就不撤。现在在撤退当中，30万大军要是被拖住了，后果不堪设想。现在务必先打通宿线，完成与李延年第6兵团、刘汝明第8兵团会师，再图解黄维兵团之围。是。总统爱惜将士的生命，陈总长也多次打电话给总统，一再要求援救12兵团。黄维兵团，尤其是胡子奇的18军，那是陈诚的命根子呀。18军也是总统的命根子，的确是一支很杰出的部队。在山东战场，我曾指挥过这支部队。胡子奇是个好样的，眼看着他被包围啊。你也是18军的人，能够理解这种深厚的情感。杜聿明将军有他的道理。我们等着总统的决定吧。我已经习惯了总统的指挥，总是直接到达第一线。为完成西柏坡的决策，梁统巧妙地通过陈诚把逃跑中的杜聿明重新调回到解放军的包围圈里。报告，总统给您空投的亲笔信。传总统命令，停止前进，转向绥溪口攻击前进，救援黄维第12兵团。是。司令，怎么又变了？亡国灭种提升到这个高度，总统救援的决心，看是不可改变了呀。看完蒋介石空投的亲笔信，杜聿明深深地知道，这个命令必然导致全军覆没。可是又迫于蒋介石的威逼，恐不解黄维之围，蒋介石必将整个失败的责任归罪于他。杜聿明决定服从命令，最后为蒋介石效忠。总机，我是曾广熙。你在你的登记簿上查一查，
看看昨天、今天有谁向台湾打过电话？长官，请稍等。报告长官，昨天打到台湾的电话有5个，今天有2个。等等，你让我猜一猜，应该有战略司梁同司长向台湾打过一个电话，而且这个电话是打给陈诚长官的。长官，您真神了！我就知道是你。挂住你。胡子熙此去，不会是一去不回头吧？我是真担心，我们的兄弟会一个一个的离开我们。我来是告诉你一个消息，庞树平走了。什么意思？自杀。是你把他给杀了吧？难受吗？这儿也难受。庞竹平自杀，梁统不会相信。庞竹平，那是一个多么乐观的人，多么乐于帮助别人的人。曾光熙的告知，就是一种威胁。曾光熙可以采取一切可能的非常手段，包括暗杀。梁统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必须完成最后一击。明天，梁统一离开，你们就动手杀了罗浩斌，制造一个作案现场。我会派人协助你们离开。梁将军什么时候到？上午11点以后，我会告诉他，罗浩斌醒了，指明要见他。梁将军来见罗先生，事后杀人灭口。我们有机会凶手梁将军，是这样吗？是这样，梁统的事情用不着你们动手，你们只要对付病床上的罗浩斌就行。做事情要干净利索，不准出错。出了错，你们就是凶手，明白吗？明白，明白。记住。梁统离开3分钟后动手。是，是。该结束了。柳飞云接到上级急令，为确保淮海大战之必胜，全歼杜聿明集团，党组织指示柳飞云全力营救一个同志。出乎意料的是，这个同志竟是他的竞争对手梁统。此时，狡猾阴毒的曾光熙成了无法回避的对手。高手过招，
虚得妙法。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到了梁同落寞的背影，而梁同却一块石头落了地。他终于完成了中央交给他的重要任务。此时，梁同心里是无法言表的激动。杜聿明集团覆灭在即，梁同知道，此后江南将无大战，这将极大的加快解放全国的步伐。他虽死无憾，也许只有他和老方这样的人才明白，这是不为人知的崇高而伟大的使命。准备的怎么样了？都准备好了。从现在开始到明天，这条路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怎么准备的？说一说。这条路是从医院出来的必经之路，只要梁将军的车进入我们的伏击点，第一次进攻就开始了。我们会制造一起自然的枪击事件。车停以后，路边会有我们提前安排好的人立刻冲上前去，以救人的名义来检查梁将军是否还活着。这是第二次攻击。周围的狙击手准备了几个？狙击手有4个，射击的位置已经安排好了，也进行了模拟训练，分别控制这个路的4个方向。哎，挡什么挡啊？起来起来！什么挡啊？刘飞云通过自己的特殊身份，摸清了曾光熙的暗杀计划，并利用苏联记者将情报巧妙地传递给了梁同。被曾光熙盯死了的梁同，在接到这个神秘信息后，他只能冒险一试，因为梁同坚信，组织一定会在他身边。哎，没人了，车呢？走，快走！根据情报，这是他们要动手的2个地方，在这儿呢杀死罗浩斌，在这条马路上杀死我。我只是奇怪，曾光熙应该不会不知道什么是暗杀。暗杀应该是隐蔽的、个别的、零星随机，防不胜防。可是，一切都太过于复杂了。曾光熙实际上是想让我背上杀罗浩斌的罪名。曾光熙根本就不需要伏击我，他也不需要我去医院看罗浩斌，一切他都可以捏造。明明知道是个陷阱，你要救罗浩斌就不得不走一趟。而且，曾光熙布的局，似乎让你找不到理由不走这一趟。罗浩斌已经准备牺牲了。看守的2个人是否真的被罗先生策反了？看来这是个关键的问题。1948年12月14日，胡子奇飞回南京，就淮海战局亲自向蒋介石作出全面汇报。12月15日，黄维接到了蒋介石准许在危急时刻可以突围的指示，他立刻下达了突围的命令，但为时已晚，黄维的第12兵团被悉数全歼。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你别拦我！不许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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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先生。 坐下。你说去阻止他逃跑，可你没说要谁的命啊？ 你杀了庞楚平，杀给谁看？你在威胁谁呀？你还要杀谁？杀我？那我准备好了。先生。 我承认，我利用了你给我的信息杀了庞楚平。但是先生，你我都是党国的人，请您一定相信我。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情。哎，杨华，罗浩斌醒来了，他的供词对你不利。 最好去见见他，晚了就完了。曾光熙的电话终于来了，这是一个如期而至的死亡宣判。今天注定是一个不平常的一天，但他知道和曾光熙的决战时刻到了。
能不能让我和梁将军单独待会儿啊？罗先生，我们之间的合作一直都不错。你在我看来，也是一个会对自己说话负责任的人。可曾局长告诉我，你指证我是共产党，你是怎么想的？ 我现在顾不了别人，我已经是泥菩萨过河了。我要检举，我要揭发曾光熙。你想揭发曾局长什么呀？ 前几天，就在这间屋子里头，他让我协助他通共，他想给自己留后路。我上哪儿去找共产党啊？先指证我，又指证曾局长，就为了给自己保命。 满嘴跑火车，我看你真是不想活了。局长，黄忠平的尸体怎么处理？不着急。 再等一个，给他们一起送终。是。老庞，你是个好人，只是。 帮了不该帮的忙，不要怪我。罗先生，时间差不多了，该上路了。上路。罗先生，我们兄弟俩也已经商量好了，我们俩决定，曾局长说，如果你们发个善心，送罗先生痛痛快快的上路，自己也就会善始善终，不然，你们的下场会很惨。 把你的枪口对准罗先生，让你亲自开枪，送罗先生痛痛快快的上路，也不枉你们在一起相处的日子。好啦，上路吧，就道个别了。
开枪。开枪吧，开枪吧！谢谢你们俩陪我这么长时间。来吧，我让你开枪。